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那我们三位大叔呢，今天要聊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那这个主题是不是要有一些影子？什么影子？影什么？变叔，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典型的中国人，然后我们会挑出来一些典型中国人的特点，然后想听听，如果我举出来中国人的一个点的话，想看看另外两个大叔觉得这到底是刻板印象还是这个真实情况。对，那因为我现在在住的这个西班牙的这边的话，特别是加泰罗尼亚的话，中国人已经成为这边就是中国移民已经成为第4大人口了。这么多，就在这边的省，而且对每一年都会这个不断的增长。然后像我在外面走的话，就是基本上很多西班牙的那种小吃店、tapas 店，然后现在都是中国老板在里边就外面看起来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你觉得是西班牙就是当地人开的店，但没想到里边的老板是中国人就是慢慢的这边就是中国社区变得越来越大。那里面卖的东西是中国的东西还是西班牙的东西？就传统的西班牙小吃，传统西班牙小吃是中国人在做在卖。对就很有意思，就是你在外面你就绝对想不到里边的外面所有的东西，包括菜单然后那个装修看起来都是西班牙本地的东西，但是老板是中国人。有意思。还有就是大家买东西的话都会去这个中国人开的这个巴萨尔，就是这种对小卖部里边卖的东西很便宜，然后就大家需要什么他们都说我们去 Chinos， 这个 Chinos 就是中国人的意思，就是去中国店的意思在里边就是杂货店，什么你想要什么都有。对但另外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些人他们只在店里工作，他们不出去社交，然后你可能就是想跟中国人社交就去他们的店去吃饭的时候跟他们聊一聊天，但平时你出去玩去聚会基本上看不到中国人身影对，休闲娱乐场所都没有中国人，对不对？有中国游客，有大陆来的游客但不是当地的居民。当地不是。我听说就西班牙的很多就是中国人都是来自浙江那边比较多，青田那地方是吗？对，青田还有那个都是那个浙江人在西班牙的移民都是浙江那边过来的。我们老家的丽水。对所以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特别的勤劳，然后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很懂得找这种商业机会，然后去慢慢的渗透然后去还有就是恶性竞争吧，就是渗透OK 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先聊一下典型的中国人。照变叔这样说的话，典型的中国人是不是很会做生意，很爱赚钱，唯利是图怎么越听越贬义词越多呢？好，那参叔怎么觉得呢？你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特质吗？爱赚钱，然后对爱工作。对，我刚才提到的一点，我就问笨叔，就是这个在西班牙这些中国人是不是来自浙江的？因为浙江人说实话在中国本来就是以爱做生意、会做生意出名的。浙江人做生意本来就是遍布全国的，现在是遍布全世界，所以刚好的话就是在西班牙比较多的浙江人，所以我倒是也能想见，假如的话在西班牙是比较多的西安人，他未必是那么愿意做生意，这是一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当然茶叔刚才用了一些贬义词不应该这样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当然是爱赚钱，我是觉得无可厚非其实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且我觉得就是去国外这些很多人啊，他为什么整体都是同一个地方出去的呢？都是老乡的一起，他们有个同乡会一样的，就是我去了觉得挺好的，告诉故乡那些人这个地方还不错，咱们一起去吧。他们会有这么一个同乡之谊，互相帮助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会比较心连心啊，手拉手，然后比较团结。我是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做生意的话，比那种单打独斗也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西班牙地方，为什么浙江人比较多，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我觉得，但是也有不好的一方面。那肯定有，肯定。你说，像我你先说。去理发店的时候，他们就说啊，当时就是被朋友亲戚推荐过来了嘛，然后过来之后，一到这边护照就被扣下了啊，然后就是必须要在那边就是打黑工，然后在那边要你是遇到中国人，干一段时间。他和你这样说是吗？对啊，然后他说他干了3年以后，因为他语言不通嘛，他自己也没办法找别的工作，只能投靠亲戚朋友。结果没想到有朋友就把他的护照给扣了，他得工作3年之后，语言好了，然后也有一点积蓄了，才可以把护照拿回来，自己去正式开个店，还得拿身份，因为有的是黑工过来的。这点其实也是中国人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啊，喜欢杀熟，是杀猪盘嘛？不是杀，就是骗自己比较熟悉的人，或者是骗朋友啊等等。就像以前中国有这个传销，你们知道吧？传销的话，骗的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对，把这些人拉走就是这样。所以我爸的大学同学就是把我爸拉到酒店，然后进到酒店里边就把门给关上了啊，因为有一个公司叫安利 ，Anyway，对，很有名。然后这个20年没见的老同学，就在这个酒店里边给我爸硬生生的推销了这个7个小时的安利的产品，就是你必须买，不买的话就不放走。对，你爸这个起码是就是推销了7个小时的产品，你爸就走了，对不对？买了嘛，对不对？我的同学就是我大学的好朋友，他是青海的，他当时大四的时候被他的一个老乡给骗去，真正的去了传销组织里头，待了1个多月，他最后才逃出来。说每天就是吃那个什么青菜、萝卜那些东西，然后每天就是给你洗脑，反复的洗脑，就说你们一定会赚大钱。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最主要就是让你去带新人，然后把新人带进来之后，新人可能有些人不想待了，他花钱把自己赎出去，通过这个来赚钱。对，然后我真的发现是2个极端，两个极端，就是在这边的话，一方面就是特别团结，同胞在一起，然后就是一起互相帮助，然后你遇到好人就真的就是大家一起做成功。是的。另一方面就是专挑这个同胞坑。对，这个两边都有，就是看运气了，看碰到的人。对，就是之前这个网络赌博，你们知道这个缅北那个名声很坏的原因，就是其实都是中国人跑过去骗中国人。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我是觉得就是像笨叔说，一方面很团结啊，一方面确实也是喜欢杀熟，这个也是一个对国家大了确实有这些特点。对，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啊，就是说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那我也想到我爸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台湾经济才刚起飞，哇，经济非常好。我爸那时候是做装潢，那个时候做装潢，室内装潢很赚钱，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有钱了，都在买房子，那所以我爸那时候做装潢，室内装潢赚了不少钱，然后买了2栋房子，然后也是我朋友也是怂恿他，你那么多钱不如做生意，所以就跟他说合作做生意，结果钱都被朋友骗走了所以就是那个时代就是赚钱的机会很多，但是被诈骗的这种状况也很多。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上历史课，历史老师说过了，全世界有2个民族最爱赚钱。第一个是犹太人，这是中国人是吗？第一个是犹太人，最会赚钱，而且很爱赚钱。第二个就是中国人，对，所以中国人爱赚钱，然后
好像也都会，我觉得都偶尔会想到一些不好的啦。哦，对，当然我们很会赚钱，但是有时候为了赚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我第一个中国人的特质就是爱赚钱，大家都同意，对不对？对，同意，整体真的整体同意。你像我们三位虽然是这种很书生、很温和的，看起来与世无争的三位大叔，其实我们内心我们也爱赚钱，我们也爱赚钱，只是说我们可能不像商人那样头脑那么灵活，特别懂得赚钱的方法，会做生意。我们只能傻傻的赚钱我们只能傻傻的视频一个一个做，但是我们内心也是想要赚钱的啦。可是对，就是考虑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闲不下来，就是可能会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喜欢琢磨有什么赚钱的渠道，而不是想去哪里玩啊，或者怎么享受啊，就想哎呀，那我周末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找个兼职啊，赚点外快啊？而不是说哎，我要不要去什么野餐啊、露营啊？就是基本上这个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内。对，好像外国的朋友比较想着赚了钱之后要怎么用、怎么花。但是呢，中国人想的不是这样，中国人想的是我赚了钱，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赚更多？对，然后赶快把钱存起来，我才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呼应到中国以前的历史啊，通常战乱比较多，普遍缺乏安全感，所以都会觉得说，可能有些中国大妈会买黄金，有没有？然后就是多存一点钱，让自己的生活更安全、更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人爱赚钱、爱存钱的原因。对，因为钱能带来安全感嘛。像我周围的朋友啊，包括我的家人，就是他们有一些存款，然后一直在折腾他们的存款。就是每天看理财产品，如果这个回报率高一点，那可能瞬间就把这些钱都转到这个理财产品里。过了几个月，然后又看到一个新的理财产品，然后又把钱就倒来倒去，为了赚一些利息，然后就是一直在考虑怎么多赚一点点，再多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我蛮同意的啦。你像我们大叔做了大叔中文的频道，我们还觉得赚的不够，对不对？像Ben叔也是折腾嘛，又去做了一个工作，找了一个正职工作做。那灿叔也是自我折腾嘛，所以又搞了一个大叔小店，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大叔小店，我觉得就是做了，好像也有一些赚钱的机会，我们也会蛮希望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骨子里爱赚钱，爱钱啦。爱钱嘛。对，我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有一点，就是之前我们说，就中国人其实不怎么爱休息，喜欢工作，喜欢做事，学习也是特别拼啊，特别拼命啊。我那天发现一个现象，就之前就是我们大叔小店销量是这个样子，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都有销量，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都卖不出去。为什么这个原因？当时我们卖的是书，主要是卖的是书，我就发现国外的这些朋友到周末的时候都不学习。就是周日都在学习，就是到周五路上可以学一学。礼拜五开始就不只是6日，礼拜五就没有人买，礼拜五晚上就不学习了，礼拜五就开始准备要不学习了，6日就是休闲活动。我觉得从这个大叔小店的销量就能完全看出来啊。对，像我不是在游戏公司嘛，然后有时候周五或者周六会发一个大的更新，那更新之后肯定要马上查看那个玩家的那个反馈啊。对，然后在这边的话，我的老板就说，周六周日你完全不要工作啊，然后让你的中国同事来帮你，帮你那个盯着一点，因为我们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那个同事，他们都会那个加班啊，或者是周末就是还会工作。就所以有一点不公平的感觉，但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相关的啦，爱赚钱，爱钱，然后就会努力工作，然后呢，努力工作完之后就很少休假然后就爱折腾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对，同样的特质然后又爱存钱，爱什么的好，那第一个通过了，没有错，中国人就是爱钱，爱赚钱，爱工作，爱折腾自己好，那灿叔来个点吧，灿叔来个点，让我看一下。好，来，我们有做功课各位同学，我们有做功课。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知道的这一点，
就是这玩意儿面子，中国人特别特别爱面子还专门一个词要面子。我不知道这个 face 在国外有没有这个意思。I give you a face 有这个意思，我给你点面子。我给你脸，我给你面子，我给你脸，要脸不要脸，是不是 ？Do you want your face or not？ OK， 你们觉得嘞？茶叔觉得呢？我觉得有啦，一定有啦。面子是很，特别是男人嘛，所以特别我在台湾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现在在大陆好像还蛮状况比较严重，不要说严重啦，还蛮普遍的，就是你光结婚就很爱面子啊。对，比如说你要跟一个女生结婚，你有没有？我刚才说你说男人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是男人那个方面比较爱面子。不是，对也有那方面也会比较嘛，对不对？因为中国人爱比较。我说实话，中国人是最爱比较的民族。对你比如说你会跟你的邻居比较，你会跟你的亲朋好友比较比较小孩比较房子大不大，比较车子谁的名贵，比较小孩谁最有成就，谁的成绩最好从小到大我们就是在这种比较的文化里面成长的，所以我觉得面子就是促成这种比较心态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我觉得爱面子一定有，特别现在你要追求一个女生，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有没有钱，这个都是绝对是审核的重要标准。所以我觉得面子绝对是一个，当然这个面子我们不能说都是负面的，有时候面子是审核一个体面，对吧？体面，然后是不是门当户对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中文说门当户对嘛。如果你跟对方的生活水平差很多的话，那当然你们生活起来可能离婚或者是不和谐的几率更高。所以我们文化中特别强调门当户对这个概念还包括比如说面子问题就涉及到一点各位同学最熟悉的就是请客文化。对比如说有朋自远方来找茶叔的是吧？对，你像有学生来台湾找我，我一定是要请客的。就算我很穷，那个皮夹有时候打开来看没什么钱，你还是要硬着头皮要请客，这个就是面子问题。对，或者是这个同行的人想要去一个特别奢侈的饭店。这个时候虽然你的财力不够，但大部分人就是为了面子就说去吧，但心里可能会想我以后再也不跟这个人出来了，他净选这种特别贵的地方你像我有一个美国的学生来台湾，那我就想说他可能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就说好，我就订了那个素食餐厅嘛。那没想到他又多带了2个朋友来3个人。但你又说了请客了，对吧？你已经告诉对，然后这个是我完全没有计划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带了2个朋友来。虽然他说他2个朋友要自己出钱，但是呢，爱面子对啊，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我那时候3个人我都请了。哇，那时候真的是那个真的花了不少钱，说实话。但是说实话，那样的状况下，我还是不会让他们付钱。这就是爱面子的一个特色嘛，跟代表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骨子里，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输的场面那个排场是不能够没有的。对。然后不管自己生活再困难该要请客的，真的这个礼数是不能缺的不能少的。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特别爱面子。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爱面子？因为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校园网络 BBS 那一种论坛，网络论坛。对，你们是网络论坛。那个 BBS 那种网络论坛是所有的大学都是相通的，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大学的网络去认识论坛，去认识很多人，而且在线上聊天。所以我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认识非常多其他大学的外校大学对外校的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我特别会约一个网聚然后就会请这些朋友们到餐厅去吃好料的，去吃好的东西，特别贵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以为只有10个朋友会来，结果来了50几个。天，50几个真的，我那时候花了大概人民币2-3千块。哇！
那钱哪来？你看这么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赚钱了吗？我那时候有打工，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当那个英文家教，有打工但是那次2-3千块，我真的是你还是要面子，你都说要请了，那虽然人数超乎你的想象，但是你还是得请。对，所以这个你绝对不会说啊，我钱不够，所以你们各出各的，绝对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硬着头皮要请。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后来1-2个礼拜我都吃泡面，都吃方便面，因为都没有钱了。对，所以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就会说死要面子嘛。对，但是我觉得面子这个事情，要面子这个事情会有一系列不好的后果。就是有时候你就是要面子的人，可能第一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如说这个有的老师可能在课上讲错东西了，但是他不会承认的对。那另一方面，作为学生，你也要给老师面子，你也不能当着所有的学生的面去指出老师你讲错了。对，这样的话，要面子的老师可能以后会就是针对这个学生。对，所以就导致这个有时候人情世故的时候很累，就是你要去多体谅别人，就是觉得我这么说一些事情会不会，如果我说的太直接不够委婉，会不会让那个人没有面子。对，但如果太委婉了，可能又导致这个意思不能很好的传达过去。就有时候或者是你遇到别的文化的人，你习惯了委婉的去表达你的想法，那个人他不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对，这个就导致可能有些同学跟中国人交流的时候就可能你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对，就是变成是这是典型中国人第3个特点了吧？说话很委婉不直接，对吧？对。然后要太客气了，比如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例子嘛，就是那个寄宿家庭的学生，到了外国的寄宿家庭，然后跟那个 host 说，他会问他说，你肚子饿不饿？然后他会比较委婉我不饿，没关系，不饿。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客气一下，对吧？要不要就是客气吃饭啊？希望别人能读懂我们的意思。但是外国人会觉得你真的不饿啊，所以这个例子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我们会如果有人你肚子饿不饿？吃点东西吧。不饿，不会。那其实肚子一直在叫，一直很饿。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中国人之间，我们我们还是会很热情的把饭菜准备出来。但是外国人可能就会听你表面的意思，就是你不饿那算了。那我们就会其实肚子饿的要命所以就是外国人我问一下笨叔，你是会比较委婉的类型的人吧？应该是。对，我委婉，但是在这边习惯了之后，对，我想了解你在西班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已经调整了。那肯定是有中国朋友的话，他们要是从我家要离开了，我肯定说是不是太晚了，在我家睡吧，或者是你这个再喝一杯吧。但其实心里就想你还不走吧，我快客气一下，你可以走了。那个人也中国朋友他们也懂他们说走了真的不用了对，就是这样的话，大家都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但是如果你跟外国朋友说的话，你说你要不要这个留下来吃个饭呢？那他们可能想你邀请我了，我拒绝你太不好了，那我应该留下来跟你多聊一聊，然后吃个饭。是不是你不想让我走？对这个是真的耶。我觉得外国人很难懂我们的弦外之音。但我们中国人当然自己懂自己了我们还是比如说要不要留下来过夜啊？要不要太晚了要不要在这里过夜？或者是吃个饭再走嘛喝个咖啡再走嘛。其实这个就是送客了啦这种话出来就是送客了但是外国人可能就会听不懂，好难，这是干什么？对，真的以为我们是邀请他们留下来或者是送客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不会直接的说时间太晚了，你回家吧。谁会这样说？绝对不会。我们可能说你明天早上得早起吧你是不是要你刚才你不是说你工作挺忙的，你是不是早上需要早起老婆在家等你了我们就绝对不会说你走了我说你老婆在家着急了吧，你这么晚不回去，要回去要带小孩了吧对，会用就好像很理解他的这么个状态，让他处境对
所以然后那个人可能如果是这面的朋友，可能就会说啊，没事儿没事儿，那个我可以再多待2个小时。我记得以前做中国古代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送客的时候，就端起一杯茶。OK 你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各位外国的同学们啊，在国外的同学们，你们应该很难了解我们语言里面的意思。中国人不会把话讲得很明白，所以你要看当时的情况去了解我们的意思。那这个真的，我说实话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同文化的人完全旁敲侧击，如果想问一个问题，也不会直接问，都会可能绕一个大圈过来问我们最想知道的问题。你像我们采访嘉宾也是嘛，前面那些问了一堆话题都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对方的感情世界、八卦，有没有男女朋友之类的。我们也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我们关心的主题。对，所以我们喜欢拐着弯说话，对不对？喜欢旁敲侧击，不会单刀直入的感觉。就中国人觉得有时候太直接，好像会伤害人家的感情，对。会冒犯别人，有时候会觉得，所以我们中文说，我们讲话常常会顾及他人的颜面。那外国人是比如说希望别人走，会怎么说呀？你走吧，就直接的，他就会直接表达时间到了，就说我得走了，都然后有点累了，然后就很直接的表达。但是要是他没说你是主人呢，你觉得他该走了吧？你会怎么说呢？确实不容易，但是我可能会说那个我还有点工作没做完，现在就会直接的表达出来，直接说清楚，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忙。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对，你像就是舒服。你像我请学生吃饭的时候那最后时间到了差不多了，大概都吃2个小时，然后时间到了，我真的会觉得我也不好意思说要走了，就会有一点等他说。那但是有的同学他们都外国人，他们就很直接说，时间到了，我们走吧，他就会直接讲。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如果直接说，会不会让你觉得我并不享受这一次的聚餐？是，我会有这样的疑虑，所以你跟中国朋友一定会，中国朋友可能会这么想。对，所以外国人你会发现，他就说，时间到了，我们走吧，他就直接讲。但是我一般来讲，我不会直接这样说。我可能会抓一些机会，比如说你看服务员在收碗盘了，那个服务员在收碗盘了，所以时间到了，我可能会抓一个机会，我不会直接说。我们通常会旁敲侧击的意思是说，好像会顾及对方的颜面，怕我们这样讲会让对方觉得我们好像不尽兴的感觉对，所以对，我觉得这个要面子绝对是我们骨子里绝对有的东西。对，是的。还有没有？中国人很保守，然后保守大概我分几个类别，第一个不会轻易说我爱你这种保守第二个刚才你们2个就很保守啊，就是谈到那个男人的性的方面就是好害羞，你们2个对，就是第二个那个对，我要说的第一个就是爱这个字说不出口，特别是家人之间。第二个就是性的方面，性的方面，中国人真的刚才说到那个中国男人这个性功能的方面，你们2个一个词都没提，而且我们赶快跳过去。我觉得同学们读字幕的时候都说，到底是哪方面呢？你们在聊什么？你们在聊什么？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第一个爱说不出口。这个我蛮认同的这个在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谈到性质，基本上就直接跳过基本上就非常的委婉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和年代有关系，就是茶叔那一辈人比较扎心了，比较对性方面比较不是，我觉得比如说爱这一辈，说爱的话，其实整体就是越年轻的人，他其实越能说出口。可能从小有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影响等等，可能都能说出口。而且关于性事这个方面，我是觉得，我觉得爱还是不会吧。灿叔，我来考你，你会跟你爸妈说，我爱你，会吗？和爸妈说那就是说不出口。对啊，这就是了。和孩子，但是外国人你跟瑶瑶肯定能说，但这个对啊，但是你跟蔡嫂你会说我爱你吗？会说啊，和畅嫂当然可以说，和老婆是能说出口的，和爸妈我是真的说不出口。当然说为啥不说？我们一定要拷问，心灵拷问一下。好，灿叔，所以对父母我们绝对是比较难说出口，我觉得我也是。
变数应该不是绝对，是完全不可能说得出口，完全不会，因为主要是爸妈会觉得打字可以，打字也打不出来。我说实话，不行，我打不出来。我的字，我跟我父母打字，因为我不会有爱这个字。妈妈这个很难见一面嘛，可能那你是打字，但是说的话确实不太好意思说。如果我们跟父母说我爱你，他说你没事吧？生病了吗？发烧了吗？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感觉是生离死别了？对，就是你是不是检查生什么病了？对啊，或者是说你是要借钱啦，就是一定有所求，你才会说我爱你这样子。对，不然基本上这种话，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岁数就算年轻人，我觉得也很少吧。就是除非父母的教育是比较西方的、西式的。对，我觉得一般中国的教育是我们没有办法对父母很直白的说我爱你，但是外国人是几乎是天天讲嘛，或者是吵架完的就是 I love you 就抱起来就和解了这样。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爱真的说不出口，整体大环境还是说很难说出口的，说实话。对，个别的不说。夫妻之间的话，我觉得也很少。我不晓得灿叔跟灿嫂可能你们有沟通过了。我觉得一般我遇到的情侣或者是夫妻也没有在说我爱你的，很少。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说话表示爱的方式有很多，而且是我更喜欢的。像我妈妈，虽然她不说我爱你，她每次就是说缺钱吗？或者是说我又给你打了2000块，这个更好是吧？我觉得比他说我爱你，我更能体会到这个爱。这个太实际了，这个外国同学们也会喜欢。对。OK，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父母对孩子可以的，父母对孩子是说得出来的。那孩子能不能对父母说，比如说小的孩子对父母说，这个就要看父母的教育了。就是这么小的孩子还能说，不知道再大点能不能说出口可能过青春期之后，我觉得就没办法了。是的，我觉得在中国的教育是这样，你可能过了叛逆期或青春期，因为我记得我那天我老婆给我分享一下，就她侄子现在上高一，他小学的时候写了一个日记，然后是他侄子分享给他看的。上面写的我妈妈还是很爱我的这种话，你知道吗？这种。但现在他和他妈就是势同水火，成天就是吵架。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会和他妈说我爱你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觉得可能慢慢随着长大以后很难说出口，就算小时候会说，可能长大以后觉得因为环境这个在这里，觉得说出口的很奇怪，会这样感觉。对，而且长大之后小孩有自己的空间跟交友的环境了有自己的朋友了，可能跟父母也比较会疏远一点，所以这个我爱你就更说不出口了。而且中国人会觉得把这个爱这个字儿看得比较重了，我是觉得不像只是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这种语境就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婚礼上说我爱你，只有或者表白的时候说，其他我觉得很难找到语境中国人说我爱你，是吧？我同意，只有那个求婚的时候或者是婚礼上的时候，我基本上这个主持人逼这个新郎新娘说我爱你一生一世啊，这种感觉特别正式，特别宏大。对，就觉得这个爱很正式，对，在平常日常生活中用不上这种感觉。我觉得除了正式之外，如果你在平常的时候说，也挺肉麻的，会肉麻，或者是觉得你干嘛这样，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可能你跟你太太或女朋友说你干嘛这样，双方都会觉得有点不自在，有点肉麻。我爱你这种东西就是过于的浪漫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不说，一直不说，所以你偶尔说出来，我们会觉得有问题。对，肯定有事儿，真的肯定有事，有求于你，或者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对，当你听到我爱你，你会想要问清楚，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不会接受我爱你这句话，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怎么了？所以这个好奇怪。而且我好像看一些外国的影集，在外国人兄弟姐妹也会互说我爱你。对，好朋友也会，男生之间也会，就是他们觉得是很自然的，而且是表达深厚情谊的一种方式。是，所以这个放到中国文化里，就是几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个我承认，我觉得是的，整体大环境确实是这样。你像我看那个 NBA 球赛看那个球队赢了，他们就抱一起 I love you bro I love you 就是觉得那如果你中文看放到就看傻啦当然看习惯是已经无所谓，但是你在中国是不可能这样的啊。比如说比赛赢了抱在一起 bro love you I love you 我爱你我爱死你了就太夸张就会有点傻眼，就会觉得傻眼。是的，但是如果是爱加爱好没问题，就是我爱吃这个爱玩什么那另外一个事儿，家人就对。我们再说一下另外一个保守的层次的东西，就是性吗？对，为什么中国人这么保守？灿叔很好奇这一点嘛。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很好奇，是观众很好奇。对，观众很好奇。对，我们大叔不好奇，就是性的方面拿不上台面的一个，对，感觉说性好像就是不体面或者比较怎么说呀？私人对，很私人，也不能算粗俗吧，就是感觉怎么样，还是跟面子有关系吗？你们觉得？有一点，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默契了，感觉就是拿不出来说。对，就是性这种东西，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不会说出口，也不会讨论的。对，性这种东西，可能我们讨论的对象只有真的很好的亲戚或朋友。闺蜜啊什么的，对，真的要很好，可以聊到这个方面，表示你跟他真的会无所不谈了。如果你可以跟他谈到性，基本上你们之间是无所不谈。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也非常少。对，你像我们三位大叔已经很熟了，也不可能聊到性的东西。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能够聊，就是几乎是你的伴侣了。或者是你真的很熟悉的亲戚才有可能。而且我们就是把这个做爱这个方面就全都用，对不对？用那个，基本上都用那个来取代了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我们可能说，哎，怎么样了？你们已经那个了吗？对。或者你们那个怎么样啊？对，你平常也不会问这个吧？就是跟夫妻，灿叔，你跟灿嫂，你会说什么？今天该那个了吗？就是你们就是夫妻间好像都有暗号啦，我们不会直接讲，对不对？夫妻之间都会说有暗号。我们今天来吃小苹果好不好？反正就懂意思了，这样子。就是夫妻之间会用暗号。我听过的就是家庭之间会这样，肯定不会说，哎，咱们今天做爱吧？这神经病，不可能。对，就是连夫妻之间都可能，当然有小孩的情况啦，都会很隐晦。是的。然后或者是如果是在外面随便找一个人，那个就会说啊，你们约了吗？或者在哪儿约？也不会说，只是说约了吗？哈，对，也不会说那个。虽然网上教什么啪啪啪呀，这些我们也不会用的，这个是俚语。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 Instagram 上面或很多社交媒体上，有些中文老师会教这些性方面的词汇了。比如说啪啪啪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根本不会用，就是说懂意思，但是我们不太会去用它吧，对不对？对，就是可能你讨论明星的时候，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有些中文老师会教炒饭，对不对？做爱，为爱鼓掌啊，为爱鼓掌，是谁会用为爱鼓掌啊？就是这些词汇，基本上中国人聊天里不可能，口语不会用啦，就可能不可能跟一个陌生的外国朋友去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对啊，这就是那个嘛。所以各位外国朋友，你不要说，哎，你们昨天有为爱鼓掌吗？什么东西啊？你们昨天有没有炒饭？你们昨天有没有飘飘啪啪啪，还飘飘啪啪啪？会很冒犯，我觉得。对，蛮冒犯的。所以各位同学不要看很多社交媒体学的这些，你们就想要拿来用，因为一般来讲，中国人之间是不聊性的。对，然后你像。就算很熟的，比如说年轻人之间血气方刚嘛，可能会有年轻人会问，哎，那个女朋友我们台湾会说几雷打了，就是你是一雷打上一垒了啊，一垒啊，全垒打那个对，棒球里我们就是用这个用棒球的术语来取代，比如说一垒，你跟那个女生一垒了，一垒是亲嘴吗？亲嘴上一垒了吗？还是上二垒了？二垒好像是手伸进去了是吗？不是，就全垒打就是已经有那个经验了，对不对？对，
对对，所以这个还有一个，不只是这个，还有我觉得还有什么一垒是牵手啦，一垒是牵手，二垒是这个好像英语也有，我觉得有是吗？对，这可能是用英语弄过来的。还有就是还有像月经啊这种，我们也不会大姨妈直接说都说大姨妈来了，对吧？如果然后还有就是月经这种东西，我不晓得女生之间啦，女生之间可能会问吧。男生基本上不会去探听女生这个也会说那个，然后女生有你那个来了吗？会你那个来了吗？对，我那个来了，今天怎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不只是说的方面，而且就是比如说有人得性病了，也会不好意思去怎么说，又回到面子了。得性病了就不好意思去看医生啊，对对，所以就导致外面那个什么小广告是吧？贴那个柱子上的那个小广告可多了，对，都是那种私人诊所，就是性病的诊所，尖大家都不敢去大医院。对，什么油我听不懂什么尖锐丝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说的吧？好像尖锐丝油是什么？尖锐湿疣和那个梅毒啊，就这种性病啊，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去正式的医院挂科，都会去小诊所一个很快的私人帮你解决的地方。这种同意。还有那个割包皮也是啊，割包皮也不会去，就是都会去私人诊，而且很私密的，对，都基本上不太会说。就是基本上性方面这种东西，我觉得即使到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大家会觉得，社交媒体上很多中文老师都教的好像很开放，也很无所谓，然后就觉得好像我们也能讲，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同学，事实状况不是这样的，对。就是你不能够随便或轻易的跟中国人谈性这种东西，会很奇怪，除非你们熟到一个很不得了的程度，不然的话，就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看社交媒体上那些词汇就学起来就用了，因为这个对中国人是很冒犯的，对，非常冒犯，对。这3个刻板印象都符合吗？看来完全符合。对，我觉得你说我爱你这个东西，我是绝对相信，即使到现在这个时代，中国人还是这样子爱这种。这个好像就是一般我可能会找个角度来反驳一下，我觉得我爱你这个真的无懈可击，就是对我爱你，我绝对就是你像我们3位大叔是很好的朋友了。他说我爱你，不可能被说爱你，我们就会叫或者灿叔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今天今天脑子我发烧了，我真的对，但是就是如果是外国朋友，这个 bro love you I love you 之类就很正常，没问题，男生之间也没问题，所以就是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好 ，OK， 那我们3位大叔聊了3个点，第一个中国人爱钱、爱赚钱、爱做生意，通过。就算有中国人不爱赚钱不爱做生意，中国人是爱钱的啦，应该全世界的人都爱钱吧，都爱钱吧，谁不爱钱？但是中国人会通过琢磨的更多，我觉得对，会通过任何劳力折腾自己的方式来赚钱，这个外国人可能更重视休闲活动，对，或自我那我觉得中国人爱赚钱没问题。第二个就是面子问题，这个3票通过没问题，我们太爱面子了。对，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上都可以觉得，这个真的是文化流淌的一种血液在那边就是骨子里就是爱面子，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否认。第3个呢，就是中国人不轻易说 I love you，中国人特别保守，性的方面不要轻易的跟中国人谈。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有个外国朋友跟我聊性，我会觉得怎么了？有点，或者我会很尴尬，不好意思，会难为情。对，好，那今天3个典型的中国人特质，不晓得大家看完这集有没有更了解中国人然后能不能够让你好好的再跟中国人怎么应对怎么交流，更合适的去交流这个很重要。好，那今天我们的我们的播客不是上课，我们的播客就到这了。我们下一期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